大家好，我是一元，我们回来讲霍去病了。在昨天我发布了测试影片之后，我看到不少的观众说霍去病已经变成垃圾了，甚至有些已经觉醒霍去病的玩家都说后悔了。哎呀，我当初就跟你们讲了，你们先看我的测试影片之后才决定到底要不要培养霍去病，到底要不要觉醒。我在之前的影片都已经跟你们讲了，没有人要听，没有人要看，然后现在在那边哭哭啼啼，哎呀，真的是。那么霍去病真的变成垃圾了吗？今天跟大家讲一下，到底值不值得去培养。那么在昨天测试了之后，确实霍去病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他的觉醒技能狼伤秋风效果，这个技能确实是有好有坏的。有些玩家觉得可能卡技能就好，又或者是卡5555不要觉醒，为的就是不想要秋风效果，但是又要提升其他的争议，确实这样子做是可以的。所以你们假设是怕秋风效果会影响到你们战场表现的话，可以不要觉醒，又或者是你要卡技能5515也是可以的，也是可以发挥到效果，只不过你们要再次触发只能脱离战斗之后才可以再重新触发。目前我觉得大多数的玩家不想要觉醒就是不稳定数，秋风效果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重置，什么时候会打死部队，虽然还没有觉醒之前只有15秒的效果，但是稳定输出至少他的技能是不会被吃掉的。那么严格来讲，霍去病是可以培养，但是要不要觉醒看你自己而定。像我之前影片所讲的，你想要5555还是5515都可以。那么昨天我们是已经用一兵测试过了，确实是会卡着技能。今天我们模拟实战，我用远征挑战来跟你们解释吧。 OK， 对方带5队，你也是带5队的情况下，你拉兵肯定是这样子拉过去的。那敌方可能不会瞄准你的霍去病先，可能会瞄准其他的，比方说我队伍里面有项羽，他可能会瞄准项羽，不过这一次他们是瞄准了萨拉丁。 OK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对方5队我5队的情况下，我把敌人给打死之后，我的霍去病影响有多大。坦白说，正常野战打仗肯定是有一段时间的，不会再这么快重置。而且像我昨天测试所说的，对方的队伍也要打你的霍去病，他才会重置你霍去病的技能，否则就是要霍去病打死了那个队伍之后才可以让自己重置。并且在之前我有强调过，我打对方的通常是打到黄血红血就马上换一个目标了，并不会把对方打死了才转目标，所以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霍去病是没有办法重置的，也等于说我玩这个游戏的习惯我是被动性的，也就是说要敌人他主动来打我，他死掉兵之后才会有办法重置我的霍去病，所以我才会觉得霍去病的觉醒技能其实影响对我来说并不会很大。如果真的是不小心打到敌人重置了也没有关系，至少我也是提升了 30% 的技能伤害，并不会像昨天测试那样用一兵去装这么夸张，一直在重置。并且你们也看到了，如果是在打仗的情况下是很难脱战的，除非你是那种很喜欢拉扯的玩家，这种玩家就有办法结束战斗，重新触发了15秒的效果。但是真的要结束战斗是真的有一点难了，毕竟被 AOE 扫到也是会默认你还在战斗中。那我们换另外一个情况，假设全部队伍都是激活我的霍去病的话会怎样？也是一样，我带5队队伍，但是我要让对方优先激活我的霍去病，这样他们全部打我的霍去病死掉之后，我的霍去病才会重置技能。毕竟新的统帅在 KVK 有很大可能被激活嘛。那么我也是用一样的打法，把队伍打到残血之后就马上换下一个目标。那你们可以看到中间的李成规是已经被我打到快要死掉了，我们现在等他死掉。 OK， 他死掉了。我的霍去兵虽然放不到技能，但是我已经被重置了，这个时候是已经重新提升了 30% 的技能伤害，霍去兵的技能加上贞德的2个大招打出去，这个时候第2个被打的目标就肯定痛死了，接下来旁边的曹操也是要死掉了。但是这个曹操还来不及死，这个铁木真就已经要被我打死了，我也要马上转火去打理查了。那你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呢，我的技能是没有被重置的。 OK， 话音刚落，曹操死掉了，铁木真也是跟着死掉了，但是铁木真没有影响到，因为有冷却8秒，所以这个时候我是已经提升了 30%， 放出3个技能，贞德的2个技能分别是打在理查跟李成规身上，分开2边了。现在我只是需要等理查死掉，然后打给李成规。不过李成规来不及了，他已经死掉了。OK， 那么你们可以理解了吧？虽然他的技能是已经被重置了，有可能霍去病跟霍去病的副将都没有办法释放主动技能，但是相反的，在下一次你要释放技能的时候，他是已经帮你提升了。所以觉醒跟没有觉醒的差别在于，觉醒它虽然是牺牲掉了你的主动技能，重置了你的怒气，有很大可能搭配贞德的情况下，有3个技能是放不出来的，但是提升了你下一次放技能的伤害。而且大家都已经忽略掉了，狼山秋风效果虽然它会重置怒气，但是也是会重置你的 buff 跟 debuff。假设你的天赋是有点士气大阵，其实也是会跟着一起重置的。
你们可以看我这份报告，因为刚开始的关系，所以第2个回合是有写到士气大振，但是我这份报告中间其实有打另外一个队伍，在中途的时候是已经被我打死了，所以我们回去看那份报告，在第25个回合的时候又再次触发了，狼山秋风又把你临时的 buff 跟 debuff 全部又再重置了，全部又再提升。至于 debuff 的情况就像这样子，艾塞尔是有控制的效果，但是我在后面准备了一兵撞到了霍去病，刚好就在艾塞尔要给我 debuff 的时候触发了狼山秋风效果，把它移除掉。我们来看一下战斗报告，那我们是在第8个回合的时候触发主动技能，这时候看到我的士气大振剩下3个回合而已，接着轮到敌方艾塞尔触发技能，这个时候看到我的士气大振剩下2个回合而已，所有伤害提升 15% 即将要被移除掉了。接着下面有写到已经发动了主动技能，原本是要降低我的3维攻击、防御跟生命了，但是这个时候攻击我的一兵部队死掉了，触发了狼山秋风效果，所以我在第10个回合的时候又重新触发了我的士气大振，也有写出大漠龙驹有提升技能伤害 30%， 但是艾塞尔的 debuff 也是已经不见了，就像觉醒技能描述的那样，重置了增益跟减益，重置了战斗时间。至于不觉醒，虽然它只有前面15秒而已，等于第3技能是半个飞技，但至少是可控制的，不会被动，只要你想要提升脱离战斗就可以了，这就要看玩家的拉扯技术了。总结来说，霍去病是可以培养可以去练的，因为他其他技能就算不包括觉醒技能也算是不错的，只是问题在于你能不能接受觉醒技能而已，你能够接受就觉醒，不能接受就不要觉醒，卡技能就好。觉醒跟不觉醒也是要根据玩家的操作，比方说你总是冲在第一前线，很少会有拉扯，战斗报告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出现，比较适合觉醒。假设说你是躲在后面，可能偷吃漏，打一些落单的队伍，容易战斗结束的话，可以卡技能不要觉醒，因为通常捡漏的玩家呢，你打后面的部队可能打1-2只就没有了，跟前线的玩家在于前线的部队是肯定源源不断了，就算你打死了一个部队，还有另外一个部队，导致没有办法脱离战斗重置第3技能，就只能靠秋风效果帮你恢复了。假设没有觉醒的话，你是完全没有机会可以重置，变成很长一段时间你的第3技能只有普攻伤害提升 10% 而已。但是在刚刚的测试我已经讲过了，你们其实不用太担心会不会一直被重置掉，实际打仗真的没有这么容易可以被重置的，而且实战也不可能对方会带一兵来特意去撞你的霍去病吧，就算他真的带一兵了，他走在路上的时候都已经被 AOE 扫死了，所以利用一个部队去撞霍去病的说法实在是太荒谬了，在野战是不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。至于骑兵培养的优先级依然还是司机优先，司机是可以值得觉醒的，再来霍去病看你的能力，你想要觉醒还是不要觉醒。接下来贞德、威廉，还有最后的项羽，贞德5115或者5515，项羽跟威廉5511即可。霍去病55550，觉醒技能不要开，或者是5515，又或者是觉醒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如果有什么错误或者是遗漏的地方，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